嘿，大家好，我是 Acer。那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新版競技場的另一部素材。對，那今天比較特別一點，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那個超時空新裝備。那其實是說是新裝備，但其實是非常舊的裝備。那是什麼？就是這個天魔披風啊。對，那因為眾所周知其實超時空的刻板印象就是用這個天魔披風。對，那這天我就會來跟大家展示一次我到底對於這個天魔披風的認知或者是那個認識到底怎麼樣。對，那其實為什麼我會用這個天魔披風？那是因為當時直播的時候有觀眾donate我，就說想看我用超時空配這個披風來打一次機場。那收到這個donate的我當然義不容辭，立馬拿出我的天魔披風來這個機場裡面試用一下。那我用完之後，我只有一個感想，就是以後就不要再衝了。因為其實超時空配天魔披風為什麼是超时空的刻板印象裝備？那其實是因為很多人都會用這個披風來做這個超時空電商。那而且因為大家知道可以用單英雄做電商，這個操作其實在很多眼中都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一個 combo。那所以都会导致超時空配天魔披風變成了很多人眼中的一個標配嘛。那但是如果你問我看法的話，因為我是超時空的忠實玩家，对，那我相信這點是沒人會反對的。那身為這個超時空忠實玩家，我可以告訴大家，超时空配天魔披風其實是非常之難用。那為什麼？其實很大原因是因為，如果你要做到這個超时空配天魔披風的電商的話，你是需要把這個能量扣30點，就是把所有能量扣住，然後你要在抓到人的情況下才能使用。什麼意思？就是首先你現在把能量扣住嘛，然後你還要等這個披風能量存好，然後你才可以做進攻。那這樣的話，你的那些進攻機會就會減少很多，因為大家知道我超时空是一個進攻型的超时空，是就算沒能量，剛才換出來的超时空也是需要不停的進攻才能做到這個把敵人壓制的一個效果。那如果要做剛才那個天魔披風配超时空電商的話，那你就要必須忍耐你的一些進攻時機，才可以把這個電商弄出來。那這樣的話就會浪費超时空那個滾雪球功能的那個特色那所以說我是不推薦用這天魔披風。那就是我當天用完這天魔披風之後的那個感想，就是最後得出一個感想，不要用天魔披風配超时空。对，那大致上這樣，這個就是我對於這個超时空配天魔披風的感想。那這天就再說個題外話吧，那其實也不算完全的題外話，就是對於這個新版機場的一些額外的感受。那其實因為我今天錄音是我體驗完這個新版機場的第2天。那我第一天有說過，這個搜尋的時間就變快了很多嘛。那但是我第2天的時候，因為我的排名已經上升到去這個第18名，好像是。那我的搜尋時間是有明顯變長了一點點。那但是那個時間還是沒有之前所說的什麼等15分鐘那麼誇張，那就可能長的話可能1-2分鐘吧。那但是還是比以前快了不少。那所以的話，我覺得這個搜尋的時間是有改動的，就是它的更新是算是有效。所以的話，我的那個總結的感受也是這個利大於弊，就是因為這個搜尋已經得到一個算是更新的修正了吧，就沒有那個10分鐘那麼誇張。對，那大致上這樣。OK， 這邊的話說那麼多，其實已經來到這個遊戲的尾聲了，那就解說一下吧。那其實這個平面地圖是現在這個版本新機場的一個新地圖那其實如果你是那個單挑非常之喜歡單挑玩家的話，你是不會否認一點，就是這個地圖肯定是我們單挑玩家非常之喜歡看到的一張單挑地圖所以的話，這個地圖加入在這一場裡面真的非常之好。我這邊抓到，那直接給他一個黑毛 combo， 然後他這個英雄沒數1歲的話，基本上就完結了。